大家好呀，这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这个不同的版本啊，是如何去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像 iPhone 它是有不同的地区发售的这个硬件版本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我们常规知道就是美版、欧版、大陆版跟这个港版，对吧？我们接下来就稍微的去多聊两句啊。这个像这个美版就是在美国地区发售的这个 iPhone， 欧版呢就是在欧洲这些主要国家发售的这个版本。大陆呢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啊，香港就是指香港这个地区发售的这个版本。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价格的对比啊。我觉得大家如果买到如果大家买这个，我只挑选出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版本啊，就是16 Pro Max 这512GB。因为大家已经去买了这么昂贵的手机，对吧？也可能要拍摄很多视频啊、电影啊，对吧？你选择256GB，那可能非常容易不够啊。如果大家拍摄那种4K 120帧的这种 HDR 视频，那会非常容易占满内存。所以为保险起见，从512GB 起，对吧？这是我们也看到，像美版，对吧？其实它是最便宜的，是$1399，对吧？欧版呢，其实是最昂贵的。对吧？欧洲人可能比较有钱，然后另外的欧洲这个版权税就是那个各种什么电子产品垃圾税啊，各种税都比较高，对吧？所以说它这个版本最贵，来到了$1873。我把这个欧元转换到美金，按当下的汇率，大陆内地呢，对吧？是12000人民币，对吧？转过来就是$1685。其实呢，看似它是不是很便宜，对吧？其实它有它的优势啊。在香港地区呢是$1525，对吧？它是11900港币啊。价格呢，我们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美版，对吧？得天独厚，对吧？最大优势最大，对吧？其次就是香港，对吧？最蠢的就是这个欧洲版本，太贵了，简直，对吧？这后我们再细看一下，对吧？这些差异，对吧？首先我们看卡槽的差异，这个差异其实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美版呢，它是没有实体这个 SIM 卡槽的，就是大家不能装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小的那个手机卡。它是2张 eSIM， 就是你必须通过而且苹果对运营商的把控非常严格，它必须通过苹果官方的一个通道才能去接入运营商的这个新的手机卡或者你新的手机号，这样去切换过去，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在大陆地区啊，你想买这便宜的美版买过来有啥用呢？对吧？其实它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的，但我们暂时就先不考虑吧。就是在美版就是它上面不能装 SIM 卡，就是拿到华强北去，听说是150块钱，对吧？或者200块钱，对吧？他帮你开个洞，对吧？然后帮你焊上那个装 SIM 卡的那个卡槽，对吧？说是就是怎么说呢？毕竟大家你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么昂贵的设备，对吧？你怎么能保证华强北的这种跟原厂能达到一致的水平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对吧？这个密封，关键是因为它防水性，对吧？你开的孔怎么保证防水性跟原厂是一样的？这是很困难的。欧版呢，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对吧？它支持一张 eSIM， 也支持一张就是普通的那个小的 Nano SIM card， 对吧？它也同时，如果你不想插这个实体卡，对吧？你用2张 eSIM 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欧版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它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大陆跟香港呢，其实它俩都是一致的，都是装2张实体的这个 SIM 卡，这个 Nano SIM card。但是呢，它这个就没有再支持这个 eSIM 了，对吧？它就是也是相当于变相的阉割。所以这样来看呢，对吧？也不见得欧版就一无是处，是吧？那也不是，其实目前来看，就最纯的还是大陆的版本，对吧？又贵还只有2张 eSIM 卡。这上面还多说两句，其实这2张 SIM 卡，实体 SIM 卡也是不是什么坏处啊。它带到其他地方，如果你能插卡的话，在欧洲很多地方其实都有插卡的，因为2张卡你装上大陆的卡，再装一张这个本地的这手机卡，对吧？可能大陆版本、香港的版本，这么看香港的版本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还有这个信号屏障的差异啊。这里其实又是美版又是个特供啊，它有个特供的5G 的毫米波这个版本，就是它所有的美版从 iPhone 12开始应该就是它开始供应就开始在美版的这个手机上支持这个毫米波，就是特别快的一个5G 的一个技术，对吧？它就是在它理论速度好像可以达到10Gbps， 但是实际上呢，对吧？在美国可以轻松达到2000Mbps。我们家的宽带才1000Mbps 啊，它在美国的5G 网络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它是至少是普通5G 的2到4倍的速度，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对吧？但是这只有美版的这个手机才带这个硬件的支持，是吧？欧版、大陆跟香港它只支持标准版的5G 跟4G。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像内地的这个4G啊，
它都不是4G，它只是内地的5G不是真的5G 啊，是4G 加的版本，甚至它的4G 速度都不是很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下个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呢，对吧？其实也不是每个地区都会开始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在美版它首发就支持了，从下个月开始了，对吧？这个欧版跟香港都不知道支不支持，内地呢，这个大陆呢是确定是不支持的。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下个月就开始了，大概到10月份就开始了。像这个其他的英语的国家呢，像这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还有这个南非，还有这个英国，对吧？他们在12月份会支持。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内地跟香港这根本搞不清楚，包括欧盟有 GDPR， 它那个隐私法也很麻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就是美管也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对不对？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的，不仅便宜，对吧？还各种好。对吧？大家所以说这不确定，但是这个就是即使你买了大陆，我想这个你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即使你买了大陆或者香港的机器啊，你是如果你登录是美国的这是账号和地区的支持啊，你带到美国去或带到其他地方去，应该是可以支持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优的选择，如果想要2张实体卡的话呢，就买这个香港的版本了，然后去支持2张实体卡。你登录到加拿大账号或者美国的账号，对吧？到期的时候呢，等它的 Apple Intelligence 这开放呢，是一定可以使用的，应该。然后内地呢就比较惨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对吧？也不存在什么替代方案，使用文心一言这种东西完全就不存在，就是不支持啊。以后具体怎么发展呢？我们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